我玩了几十年游戏，打过几千个 BOSS， 怎么得过他这一个？但历经千难万险，黑熊精终于也算是过了。大家好，我是徐工，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考据式通关的第5期。这一次我们要给第一章收收尾，把剩余的部分都给它考据出来，还是建筑为主，其余为辅。一键3连加关注，然后我们正式开始。首先我们补个漏，那就是这边的石柱杵，眼前小猴子旁边的这个圆形石器就是石柱杵了，它上边本该有个柱子，但眼下没有，可能这就是旧观音禅院的残余。另外一处时移来自网友的提醒，原来观音禅院后身栏杆的浮雕便取自河北石家庄赵州桥的盘龙栏板浮雕。其实赵州桥中途修缮过，早就是特修斯之船了，但被借到国博的盘龙栏板仍是隋代的遗存。脚下这个大石头盆则取景自元代青白石梅花形石槽，它曾经在拍卖会上出现过，但不知最后花落谁家了。不过石槽是比较多见的文物，我们多多留意，总能寻到近似的物品。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黑熊精给过了。过黑熊精就注意一点，不要贪刀。接话发3个字里，接字是最重要的。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黑熊精半血进入2阶段开始，它老是变成黑风冲击我们，只要听到铮的一声，马上就摁翻滚。你看，这不就接住了？只要能接住技能不贪刀，你磨也能把它磨死。好，现在我们已经给黑熊精磨死了。然后看完剧情动画，我们来看周边的建筑。黑熊精背后的塔便取景自福建省泉州市开元寺双塔中的东塔镇国塔，因为东西双塔的造型非常相似，游戏里是东塔还是西塔，这事儿我也辨认了很久，最终在今年2月6日考证出了结论。具体可以参考我泉州东西塔的视频。本来我是想要走到塔前，对照游戏和现实画面进行一一比对的，结果我发现塔前面有空气墙，我前后绕了半天，发现自己根本上不去。我在现实里登不了塔，我在游戏里还登不了塔，那我这游戏不是白买了？然后我们往外走，发现黑熊精战斗场景的入口两侧居然是一对汉雀，在游戏上线前，此处便被网友考证了出来，是为四川雅安的高仪木雀。我们来进行详细比对，现实中雅安高仪雀的雀顶是很简单的结构，游戏里被加上了松树雕饰，这也是被复用多次的素材。现实中的雀顶下部本是有故事浮雕，在游戏里被改成了仰莲浮雕。再往下看雀楼位置，现实中的雀楼铺座已经严重风化磨损了，游戏中被黑熊精做了修缮，嘎嘎新。下方4块小砖得到了还原，但是现实中的饕餮纹被摘掉了，简化成了倒 T 字形结构。再往下看雀身位置，现实中的雀身本有字画，但在游戏里边又给贴了个刚才的大松树，看来妖也喜欢长寿。再看边上这个小的，它的这个位置在游戏中被加了若干小龛，可能是用来刻观音浮雕的。再往下这个区域的名字叫做界石层，估计很少有人会单独把它拎出来讲，优势在我。别看它在游戏里很光滑，但在现实中它是有浮雕纹饰的。再往下的这些区域，游戏和现实都是差不多的，只是游戏里边进行了翻新，仅此而已。而最下方仍然是被加了一棵松树。各位如果觉得没看够，可以去到四川雅安亲眼看看高仪雀，我明年也争取去一趟。说完这些，我们正式进入剧情动画。金翅长老在小的时候便与黑熊精相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贪欲也随之一起增长。在他成年后，终于一步一步走上了观音禅院的住持之位。在这里停顿，我们看此时金翅长老的西藏已经是4环西藏了，证明他此时已经修为很高了。在唐卡绘画中，佛祖弟子手中所持也不过是4环西藏而已。此时的观音禅院已经被建成了上下3层的寺院，它这个布局和山西五台佑国寺的布局很像。我视频中的现实场景便是从游客的取景地花絮视频中截取出来的，或许这便是动画中观音禅院布局的参考模型。在这段动画的末尾，黑熊精说出家人尘缘已断，金海尽干，这句话化用自西游记原著第55回割断尘缘离色相，推干金海悟禅心这一句。可惜金翅长老修行一生都未能放下我执，最后被贪嗔痴所裹挟，丧了性命。然后我们正式进入第1章的结算动画。这一段复原的是广智广谋火烧观音禅院谋夺唐僧袈裟的故事。我们先来看建筑的全景图，首先看建筑的螭吻，这和我们平时见到的螭吻不太一样，它看着像是个尾巴的造型，应当叫做螭尾，和南禅寺修缮出来的螭尾是同款。唐代的螭吻大致就是这个造型，不过现存的3大完整唐构普遍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曲折较为平缓，说白了就是屋顶的坡度很小，都和平地差不多了。但游戏剧情中的屋顶举
曲折明显没这么平缓。如果我们拿敦煌壁画来对标，就不难发现，并不是每一座画中建筑都是曲折平缓的，所以这个还原也还说得过去。院子里这个位置的东西是石经床，现实中的很多经床都有大片的平整区域用来镌刻经文。你再看这位，就剩下这么一点地方镌刻经文了，但现实中也是有对应原型的，这就是大同华严寺的辽代经床。而火光里的观音应该就是这边的主尊，毕竟叫观音禅院嘛。我数出了7个头。在现实中，我也找到了布局近似的7面观音。另外，这幅画是可以看细节的，我们逐个来看。场景中的唐僧正在睡梦之中，外侧建筑的造型我是没见过，这别是避火罩的某个形态吧？唐僧床下的这3个洞，不方不圆，一波3折，正是化用了寺院中常见的捆门形象。地面上的这个小家具是基案中的一种，上方摆着笔墨纸砚和烛台，应是唐僧的办公区，下方则是席子。在椅子凳子尚未普及的时代，人们常常席地而坐，所以家具也相对低矮。关系好的人会同席而坐，一旦闹崩了就会割开席子断交，这便是割席一词的来历。在下个场景是土地的特写，我们也得以一窥细节。上方的唐风螭纹我们说过了，这里不赘述。其屋顶为单檐歇山顶，侧面这个位置是山花，檐下的辽檐团布局太像明清建筑了。但下边的斗拱区是一斗3升拱，一斗3升的结构更为古早，北魏的云冈石窟里可没少用。下方的直棂窗我们就当它是唐代的。反正上世纪70年代修缮南禅寺就这么修的，它可不是乱修的。所以土地脚下的这一座建筑其实是多个不同朝代风格所结合而成的综合样貌。然后这个场景是黑熊精，黑熊精身上穿的胸甲是天王造像常穿的明光铠，手里拿的便是原著中提到的黑鹰枪。黑是够黑，但是没见到鹰在哪儿。最后我们看到的便是金翅长老本人了，他的装束非常反差，身上的衣服颜色本身还是挺朴素的，但耳朵上却戴着大金环，他自以为放下了一切，却什么都没放下。执念是可以害死人的，有时候我们预料不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可能会诱发其他事情，从而让局面彻底失控。所以有些事情不仅不该做，不能做，甚至都不该起心动念。虽说论迹不论心，但念头动得多了，很难说它会不会在某个时刻将你的理智彻底吞噬，到那时悔之晚矣。这世上没有非拿到不可的物品，没有非做不可的事儿，没有非过不可的关卡，也没有非完成不可的梦想。人固然不该对命运低头，但有些被机缘巧线牵住的事情是无可改变的。既然如此，就完全没必要为这些事情忧心。想明白这一层，就打破了自己原有的天命。黑神话悟空第1章的解析我们到此结束，拖欠的3期节目补齐了。我们的黑猴考据式通关上半部分也就此完结，而我的通关之旅也要暂停一段时间了，因为在国庆之后，我的下一场山西之旅就要开始了。等忙完这些，冬天躲在家里避寒的时候，咱们再继续推进，把剩余的后半部分走完，各位敬请期待。